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一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严淡姑娘，哎，你这是？我这过几日就要下山离开了，这段时日多亏大师兄对我照顾有加，小女子心里十分的感激。这不，找了2壶好酒，既是向你来道别，也是来道谢的。唐州虽被关了禁闭，但还有我在。你若愿意同我成亲的话，便可以留下来。是啊，但是义兄他对我有恩，如今呢，他受罚受伤，你说这婚事他要是不点头的话，我于心不安呢。今天就不要说那些不愉快的事儿了，良辰美酒的，大师兄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好意啊。也是，缘分天定。今夜只喝酒，别的明日再说。爽快，来。好酒，再来。丹叔，你赶紧先回去吧。不行，严淡姐姐，我们一起走。丹叔，你要听话。严淡姐姐现在还有点事情，没有办法跟你一起离开。这样，你先回夜兰山。若是半个月后我还没有归来，你让于墨前来救我。我不能抛下你一人。我若不把你带回去，实在没法向山主大人交代。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丹叔，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。我记得过段时日就是你的生辰了，我一定在生辰前赶回去。跟于墨好好给你庆祝的。那我让百灵姐姐准备好你爱吃的，等你回去跟我们一起团聚。好，快走吧。注意安全。多谢。都别这么客气，快起来吧。其实我能救你们，多亏了一个人的帮忙，我欠了他一份人情，不知道你们可不可以帮我一下？你怎么还没走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也敢进来？我们妖是知恩图报的，你是因为我才受此刑罚，我怎么可能走呢？听着，降妖堂现在着火了，有几只小妖趁乱攻上了山。若是此时你能够从天而降，将功补过，掌门以后就不会为难你了。快，来不及了！你呀，荒唐！切记，绝不可使用法力。若你身份被发现的话，哪怕我被打死也保不下你。还有，你现在速去通知掌门，让我找个地方躲好。我去将功补过了。那日是我轻敌，一不小心被你抓住，
现在你终于落我手里了。被吸走了那么多的妖力，刚好吃几个天师来补一补。这是要假戏真做，血洗凌霄派。他们竟然利用我，蒙骗我，自己闯的祸，我自己解决。亲戚，亲戚，没事吧？小心！不是不让你出来的吗？我不想因为我，你的师兄弟全死了。这时候别管我了，赶紧收妖吧。你为什么要帮这些天师？你明明就是……狗男人！前几日暴雨，意外破了降妖堂的法阵。狐妖暗中召集党羽营救，在逃脱之时，故意纵火报复。弟子率众人将所有的恶妖擒获，重新布下了法阵。日后绝不会发生类似之事。你受罚之时，仍不忘师门安危，无心甚伟。今夜降妖有功，功过相抵，之前的事，既往不咎了。谢掌门。掌门，掌门明鉴。掌门，其实之前义兄根本没有犯错，他是为了保护我。在归途当中，我因为十分好奇妖到底长什么样，便趁义兄不注意时，偷偷打开了那个玉葫芦。没有想到那小妖就趁机逃跑了，所以小妖并不是义兄放的，而是我不小心放的。义兄过后答应我隐瞒此事，他是个诚信之人，言出必践，方才又救了我一命，我实在不忍让他再蒙受冤屈了。昨夜光顾着打斗，都忘了我的簪子掉了，谢谢啊。奇怪，我怎么刚刚看这簪子上面的花瓣亮了一下？当年师傅将这簪子给我的时候，说它的材质十分罕见。或许因为你是妖身，沾染了你的灵力，色泽才有了变化。其实我之前说我讨厌你，那都是气话。我可以看得出来，你跟其他天师不一样，你并非道貌岸然，你是个好人。好人？我忙活了一晚上，就好人这么点感想？哎呀，你那伤怎么样了？我看看好点了吗？我没事，好得很，我自己来。好啦，你之前误会了妖，我也误会了你，但是折腾了一番，你现在也知道妖有好的，我亦知道妖也有坏的，咱俩扯平了嘛。从此以后，你不光是一个好人，我们是好朋友了。给个机会，重新开始嘛。谁要和一个冒冒失失、谎话连篇的莲花精做朋友？那我就当你夸我聪明、勇敢、美丽、大方喽。有这么自恋的吗？昨夜你平息了祸乱，你不仅得到了掌门的谅解，还得到了全派弟子的拜服，最重要的是因祸得福。我是不是也有什么奖励啊？
比如说这个镯子。你行事鲁莽，还敢向我讨赏？我对掌门之位本来就没有兴趣，修行也不是为了这些虚名。你对掌门不感兴趣，难不成你想成亲生子？你不会是假戏真做，喜欢上我了吧？别说你是妖了，就算你是女神仙，我也不可能会喜欢你。哎，那太好喽！从此以后，咱俩一别两宽，相忘于江湖。告辞。你不是说放我走吗？既然现在的危机已经解除了，那么先前的说辞便不作数了。你这个小人，看我打不死！切，还说不把别人当朋友，嘴硬。雨墨哥哥，雨墨哥哥，你感觉好一些了吗？我已无事。当年我在天上弯龙角神散，几近晕厥，是你用灵丹救了我一命。没想到多年之后再次见到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如此算来，我也是欠你2条性命了。雨墨哥哥，你我之间无需这般见外。当初天上一别，谁能想到，竟相隔这么久才得以见面。雨墨哥哥，你找到颜丹了吗？找到了。那你们可还适应凡间的生活？凡间的生活，自由自在，毫无压力，不像是天庭之上，清冷、压抑。我们2个过得挺好的。你呢？我和敖轩的婚期马上就要到了。敖轩心机深重，绝非良人。你断不可因联姻之事而被裹挟，也不可因南海利益之事牺牲你自己的一生啊！谢谢你，普天之下，也只有你，能如此设身处地的为我着想了。你离开这么久，颜淡怎么还没来找你啊？颜淡已经被捉妖天师捉走数日，我此次出行便是来寻他的，没想到却碰到了敖轩。现在颜淡生死未卜，我必须马上前去救他。我同你一起去，颜淡也是我的朋友，说不定我能帮上什么忙。不行，若是敖轩知道，便会拖累于你。我不怕被拖累。那也不行，就算敖轩不知道，你的父王一定会派人前来寻你。我不想拖累你的父王，更不想拖累南海。你说的对，如果我跟着你，只怕会加重暴露你的风险。敖轩知道你没了龙丹，定会想尽办法赶尽杀绝。这是我的逆鳞，你带在伤处，任何法器都无法击穿。
如遇威胁，还可以此换我相助。不可，逆鳞乃龙身上最珍贵的宝物，我断了。此物过于贵重，我断不可收。只有你平安，才能找到颜淡，也只有你平安，我。赵兰对我的情谊，我无以为报。现如今，我隐居野兰山境，若之后南海有什么危险，你随时可以唤我，我定舍命相助。我会尽量拖住敖玄。东海不愿其他水族知道九旗在世，有我施压，他定会收敛一些。等你找到颜淡，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好，待风平浪静之时，我定会带他前去见你。一言为定。主要是你伤了元气，这药你补补。哎呀，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不用那么客气，我没受伤。谁知道你给我吃的什么药啊？是不是在借机报复我？我这好心照顾你，居然不识好歹。行，那别喝了。哎，别，开玩笑，开个玩笑嘛。我喝。我来。过来。这平时都是我伺候你的份儿，没想到也有你侍奉我的一天。费那么多话干什么？喝药都堵不上你的嘴。再来一口。掌门好。你救了他2次，如今又如此尽心尽力的照顾，可否对他动了情念啊？掌门误会了，昨夜义妹为了保护师门弟子而受了伤，她在这里无亲无故，理应照顾她。弟子绝无其他的非分之想。你乃修行之人，将这些红尘俗事置之脑后，自然也是修行的一部分。当年你师父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你乃天选之人，日后定会成为凌霄派的栋梁。这些年，你也没有辜负我们，你的身上肩负着凌霄派的未来。天师以收妖做法，替天行道为毕生所求。身为一派之长，须明了世间万物皆为虚空，既不受红尘所扰，必当心无旁骛，断情绝爱。弟子对掌门之位，并没有企图。若是凌霄派需要，我愿为师门一生苦修，不染凡尘。你唯有成为掌门，才能真正的带领凌霄派蓬勃前进。希望你不负师父所望，肩负起守护师门的重任。凌霄派的盛衰兴废，全看你了。是。如今王都突现异象，百姓人心惶惶，安都王因而张榜，广招天师除妖。此乃师门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。吾将此重任交付于你，代表凌霄派前去王都，继任大典后，即可动身。好。唐州秉承师训，今日受掌门继承者之法环。法环在手，约束于心，从此断情绝爱，了却红尘。轮转中为此面风章，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
一捧秋月浓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云上我下，穿越长，山海无路万心中。欲别还休，几时有空？青藤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轰动，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，淡淡再开人厮守。有没有见过一个手上有菱形印记的姑娘？你是谁？为何寻她？难道她就是杀害严丹全家的那只妖？此番是来寻仇的？说不说？她和我师弟去了王都，借王榜。王都来了这么多天使，看样子这宫里的妖物一定不简单呢。待我们收了那妖物，便可以回去进宫了。来，来。安都王有令，所有接下王榜之人暂且在此客栈歇脚，明日一同进宫。难怪这安都王广招天使，这又是乌鸦又是血水的，实在是太蹊跷了。近日王都中生于此时的女子大量失踪，想必定与宫中的异象大有关联。哎，我听闻整座王宫白花缠绕，如同国丧一般，实在太不吉利了。你说这宫里不会真的有妖吧？你对捉妖感兴趣？还不是因为你。你掌门让你过来降妖，你非带着我干嘛？怕你这个小妖祸害凡间。你不是要找什么神器治疗你身上的伤吗？你为何不直接跟你们掌门说，反而跑过来捉妖了？师门任务理应恪尽职守，我不想让掌门担心。等找齐了神器，再说不迟。怎么回事？附近有异动。严丹就在附近。于墨，严丹，于墨，我可太想你了，你终于来找我了。严丹，我一直在找你。但是我找不到你，你没事吧？啊，你这身衣服挺合身的，哪儿偷的？我这身衣服说来话长，把我当空气了吗？我朋友来找我了。你就是那个白吃了我一盒点心的小子吧？严丹是不是你绑的？没错，就是他。他有没有欺负你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人可狠毒了，他把我当成奴婢使唤。让我给他洗衣做饭、剥螃蟹、研墨，最关键的，他还逼我吃鱼。于墨，你就是他的那个于朋友，表哥于黑土啊。我的名字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读错的。你是于妖，为何身上没有妖气？今日我们归家心切，不便与你纠缠，改日定会找你算账。我们走。天师捉妖，天经地义。严丹，你先去一旁，我会帮你把这些天吃的苦全部讨回来。
你既想开打，我当然奉陪。这2个靠山我可是都要靠的，无论打伤了哪个，都是我的损失啊。别打了，别打了！这么多瓷器也赔不起啊！那都是他打碎的。其实我刚才也夸大其词了，他对我吧也没有那么差。他把你带走这么久，你还替他说话？好啊，那我就速战速决，来。好。我这细胳膊拧不过你们这2条大腿啊！怕了怕了，溜了溜了，你俩打吧，吃饭记得叫我啊！妖邪翠然，这花开得越发好了。何人？我不是说过后院不需要人伺候吗？奴婢该死，是殿下，殿下派人传话，请王妃去后花园相见。殿下今年未召，今日盛情相邀，可见从未将旧情忘怀。只是封宫之后，王妃您再未梳妆，镜子蒙尘，这衣衫和钗子的样式也旧了。无妨，这些物件应当也是最后一次用了。王妃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我与他亲戚情重，旁人是不会明白的。我来吧。他喜爱何样的装束，今日自当是好好跟他道别吧。将臣，我曾与殿下相约，若撑纸伞，便放下身位，只以夫妻相称。他既独身而来，我亦无需人伺候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这段时间，你可有想我？将臣，我心里一直很挂念你的。我们为何不见？你难道忘了？你既决意如此，今日相见必有所求，不如直说。若我能成全，自当成全。我诚如未登王位时一般，只想对你好罢了。我记得你爱赏梅，但是却因为体阴未寒，不能在雪天出现。我便以炭火烘烤，催开这秋季的第一朵梅花，想与你共赏。物景虽美，人已不复从前，何必呢？将臣，我永远都是你的佩罗。
之前是因为你不信我了，如今试着再信我一次，如何？有了这美酒还有美食，一定要让那2条大腿握手言和。没想到当年天上一别，竟在这儿遇到你，天可怜见。这一次，我们就在凡界做个了断吧。此处有使用过术法的痕迹。若不是你纠缠不休，严旦也不会遇险的。这次救他，就不劳烦你了。我接收了他，自然要对他的安危负责。是严旦留下的。严旦，只系为了替你报仇，故意留下我的记忆。他可知你会再次落到我的手上？上仙之位，帝君之爱，凡胎之苦。今日我要向你一一讨回。严旦，严旦，严旦应该就在这附近，在那儿。登上这座城楼，不过100步阶梯，但为了站在此处，共赏盛景，你我几经生死，耗费了太多年华。此情此景来之不易，只能珍惜。这一切不过都是你的执念，并非我心中所愿。裴洛，江辰，曾经的我，病到甚至不能为你撑起一把伞，今日我可以在这里为你遮风挡雨，接引你的香酒，只要你愿意。这不只是我的江山，亦是你的江山。江辰，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陪在你身边，为你撑伞。这红烛是你我2人大婚之日点在屋中的，我望见它，就能想起那日我们和美的样子，便一直好好保存着。
你曾经和我说过，想要跟我长久相守，彼此铭心。可凡人寿数短，记忆浅，终有一日会遗忘往日美好。所以我便做了这盏走马灯，以便时时点灯回忆，永不相忘。江辰，你旧时的心愿，我都记在心里的。这虚假的美梦终会破碎，你为何还要让我沉浸其中？你今日所为，就是为了逼我。你心中所愿，从未改变过。你可以说出来，何必要做这些事情？我为你做了这么多，你还是不答应是吗？好，最起码让我们先把美梦做完吧。殿下都多久没召见王妃了？今儿怎么就突然破了例，竟还让您帮忙备酒呢？我自有我的伎俩，莫要过早。这是我命人为你专门量身定做的戏服，你可愿着此新衣，再为我表演一次？你本不爱看戏，又何必做此要求？你身陷权力厮杀，却频繁看戏，无非是想营造你耽于享乐、不成大器的形象，以掩人耳目，欺骗他人，保全自己。你我都心知肚明，又何苦戳破呢？情已陌路，大梦将醒。我只盼最后时分，你可以卸下伪装，与我真心相待，一如最初。江辰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的这个梦便可以长久地做下去。我也一一实现你心中所愿。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仍不愿为我改变心意吗？我的心意从未变过，无论何时，我都会这么选。裴洛，既然你愿意圆我心愿，那你可否为我改变心意？今日你我重见，本应当恣意欢愉，不说那些不开心的。我为你准备了你最喜爱的梅子酿，今夜你我畅饮一番，不醉不休。喝了这杯酒，
你我便重修于好。以后，你仍然是我最爱的王妃。裴洛，这是你所希望的吗？是。你的心愿，便是我的心愿。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做事了。喝下这杯酒，你便会安心了吧？江辰，我与你之间本不该如此收场。你早已不是裴洛，你是安都王殿下。我错了，从给你丹药的那一刻起，我便错了，是我的错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殿下小心，此妖已现原形。给我追！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轮转中为思念
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云上我下，转眼秋，山海无路万行中。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青灯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。去到人间，锦绣好时候。菡萏再开人厮守。孤寂蓬莱，劝人间客。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掸去尘埃，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，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毒性虽退，但妖元受损，短期之内无法恢复人身。严旦所现法阵十分诡异，非凡人所布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我各走各的路。我要带严旦回去看病。不行。为什么？你来这里是为了师门任务，跟严旦有何关系？你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带他回去？伤害严旦的人很可能是宫中异象的元凶。王都大量女子失踪，人人自危，所以他们都闭门不出。严旦怕是那个时候就被盯上了。我不想听你说这么多。你的职责是捉妖，我的责任是守护严旦。至于凶手是谁，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。我相信野兰山的温泉定能助他恢复。哎呀，我就是为了躲你们相争才这么倒霉的。被打回了真身，如今还来，团结一下不好吗？于墨，我们下山本就是日行一善的呀。若是有恶妖给我们妖族丢脸，我们岂能坐视不管？把你那万妖之王的气势拿出来，给他们凌霄派看看，一定把那个害群之马给我找出来。再说了，如果弄清楚前因后果的话，我也可以在我的红尘路上添上一笔，这样不仅能够娱人，还可以警示。
那你可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自己的腰缘我清楚，无大碍的。况且经历人生况味，写出动人的折子戏，乃是我的大志。别再瞻前顾后的啦！我相信，凭借我们3个人的聪明才智，一定能把真凶找出来。到时候我的毒自然就可以解啦。堂堂万妖之王，不会没有莲花精的觉悟高吧？我不与你计较，只是看在严旦的面子上，今日入宫除妖，别拖我后腿。恶妖已于宫中现身，请众天师速速前去助力。将臣，没错，那些女子都是我杀的，一切都是我做的。大胆妖孽，竟敢使用妖术魅惑殿下，草菅人命！我这便将你彻底铲除，替天行道！爱妃，殿下小心，此妖妖力尚未算尽，切莫近身，以免他满心怨气，伤及殿下。将臣，佩洛，我好想回到我们初见的时候。你也这般柔肤体弱，独立于这难事，倒是与我同病相怜。不如我与你作陪吧。雨伞，雨伞，来把雨伞吧！来，公子，看看雨伞。这把不错。殿下，我要这把伞。是你的吗？哦，谢谢姑娘。
这一步，但我无悔。那把伞仍在我的心里，只是日后再无人于风雨中为你撑伞了，你要保重。佩洛，你能再抱抱我吗？若能死在你的怀里，我此生便无憾了。殿下，此妖物今日被殿下授意斩杀，岂会没有恨意？殿下切不可再被他的妖言所迷惑。江辰，所系种种，本王定会铭记于心，永志不忘。可有些错，既然犯下了，本王亦无可奈何。莫要怪本王。上穷碧落，下黄泉，徘徊泪将尽，沉落故事心。殿下，此妖妖元已碎，即将灰飞烟灭。届时幽怨之气过盛，只怕会侵染殿下的身体，还望殿下速离。殿下，这位天师说得对，消除怨念的事，就交给我们吧。江辰姑娘，将辰，江辰姑娘，明明有异言，为何会如此啊？原来玉墨一直念念不忘的那个花精，便是将辰。对不起，一言。江辰姑娘，将辰，将辰，我们约定好，如果我写出了戏本，无论你在哪儿都会过来演出的。我一直按照我们的约定，如今戏本出的序章，可你却食言了，将辰。没想到，当年将辰爱上的那个病弱世子，已经变成了安都王。花间一族向来都是至情至性，绝不会萌生什么害人的心思。哦，方才呢，我已经暗中试探过他的妖元，发现他身上已经完全没有妖力了。如此看来的话，王宫里的种种异象，并非是他催发而生。那既然如此，那些天师为何还惺惺作态，做出那么大的收妖阵仗给谁看？妖物害人一般都会暗中行事，为了避免发生异象，引火烧身。将辰的妖法我认得，他绝对不是害我之人。将辰是我的至交好友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帮他洗脱冤屈。唐天师，你此行到宫中的任务是来除妖的，现如今将辰已死，你跟他又非亲非友的，我劝你啊，
赶快领了赏赐之后，就离开吧。昙花花期极短，本该很快凋零，而宫中的这些昙花却长期盛开。此花是以妖法催化来挡煞气的，所以真正的妖一日未除，我便一日不会离开。你可是个捉妖师啊，你居然会同情妖？妖也有善恶之分啊。若将臣并非真正作恶的话，就不能让他含冤而死。你们两个都是好人，为什么要打来打去的？于墨，于墨，这样就对了嘛。握手言和，联合破案，我们一定要还将臣一个清白。我可没说要放了他，待此事了结之后，再算总账。没问题。诸位天师捉妖有功，本王赐你们黄金1万两。即日起，张榜昭告，祸患已除，百姓安乐。谢殿下。禀殿下，在下有一个小师妹，曾在宫外与王妃在戏班一起共事。小师妹虽不知王妃生前是妖，但却知王妃心地纯良，绝不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，所以在下断定，此事必有蹊跷，还请殿下明察。休要信口雌黄！既然你师妹能跟妖做朋友，莫非你们也……这位天师其实是我的一位唐天师，不必与他们计较。我们两个本是凌霄派的弟子，我是他的大师兄，他是我的小师弟。我们凌霄派的威名，岂是你们这些小门小派在这里污蔑的？好自为之吧。你刚刚说你小师妹和王妃是旧时之交，你能在此替她说话，想来也定是重情义之人。不过此事，本王已有定夺，尔等无需多言。禀殿下，在下无意之间听到过王妃生前所吟之诗，在下猜测，王妃能写出这样的文字，其中定有隐情。说不定，她在宫中给您留下了什么。哦，当然，这件事情也只有您知道。上穷碧落下黄泉。现如今，他已经是下了黄泉。那上穷碧落，殿下，让我来试试。殿下，木匣上被人施了特殊的灵术，普通法术难以打开，恐怕还要另想其他的办法。既然你可以找到这个木匣，那本王相信你一定也可以找到打开这个木匣的方法。
这是爱妃留给本王最后的东西。今夜子时，我在后花园等你们。将臣画中蕴藏的深意，竟然被他一语道破。看来山境中传言非虚，于墨提亲将臣被拒。看来于墨是真的很喜欢、很在意将臣啊。参见殿下。爱妃如今已经灰飞烟灭，我便再次埋了一些她的衣物，为她立了这衣冠冢。她生前最喜欢喝梅子酿，我特意命人多酿来几坛，今夜亲手为她祭酒，愿她能够安息。殿下既然如此爱慕王妃，为何还要找人杀她？有些话，本王无处诉说。今日听闻你师妹与王妃是旧相识，便特意召你们前来。本王与将臣夫妻情深，王妃是处处为本王着想，都是因为本王身患怪疾，王妃是为了给本王治病，才出此下策，杀人炼丹。纵使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本王，但她罪孽深重，错了便是错了。本王总要给那些含冤而死的女子一个交代。殿下对王妃情深意重，众多女子无辜惨死，宫中谈话依然未能消退。若不做法净化一番的话，宫人会受怨灵侵扰。还望殿下准我们在宫中暂留一下，驱赶怨灵，消除怨念。那便有劳天师了。王妃本是梨园名角，可精通炼丹之术，殿下却从来没有猜忌过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殿下早就知道王妃是妖。不错，本王早已知晓此事。当年本王在南都养伤，杀机四伏，爱妃就曾路过妖身，救过本王的命。从前我没坦白我的身份，骗了你，你不怪我吗？我可是妖，你不怕吗？你可知，你现在在我眼里的模样，更像仙子。无论你是何身份，你都是救我于危难、伴我于孤苦的将臣啊！当时本王深信爱妃心地纯良，是人是妖又有何所谓？所以我承袭王位之后，立马封她为王妃。只是没有想到，她爱令智昏，为我犯下了如此罪孽，终究是本王对不住她。在下与王妃亦是旧相识，得知王妃已逝，
在下也是心痛不已。不知可否借殿下梅子酒一用，让我祭奠王妃，告慰她的在天之灵呢？一眼果然在他身上。他身上为何带有镇妖之物？若不将此物除去，恐怕无法拿回一眼。能有人与本王一同悼念王妃，无心甚慰。现如今斯人已逝，还烦请殿下节哀。好不容易把你从唐周的手中抢回来，咱们两个也算是久别重逢了。要不要饮点茶？怎么了？我看你可是无精打采的，不开心，还是有什么心事？要不要我陪你聊聊？云墨，你怎么进我妖园里了？让你偷偷溜出去，现在知道山主大人的好了吧？这是花露，可以滋养妖元，快喝了吧。没想到我们的久别重逢，竟然是因为将臣之死。云墨，你现在还好吧？我能找到你，自然好极了。云墨能把最珍贵的一言给将臣，令人情深意重。如今将臣不在了，他怕是万般难过，不愿多提。我还是莫要再说此事，徒增他的伤心了。颜淡。哦，你们今日找到的那个檀木匣，上面纹着的是我们花间族的锁心藤。每颗藤的打开方式不同，你们后续要多多调查，来寻找打开的方式。好。还有，我知道一眼对你来说十分重要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找到他的。我已经知道一眼在何处了，只是现在暂时没有办法拿回。待时机成熟，我一定会将它取回的。而且一眼可以帮助你恢复人身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回家了。云墨呢？今天他怎么不来护花啊？我们山主大人刚刚痛失挚爱，只怕他想一个人悼念悼念，你就让他先缓一缓吧。他喜欢将臣。云墨曾经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给了将臣，可没有想到将臣还是选择了别人。这么多年，云墨对他念念不忘，没想到重逢之日便是死别。云墨心情肯定不佳。如果日后有冲撞你的地方，还请你多多体谅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专门用来净化怨灵的净身符。那妖妃果然厉害，竟然连凌霄派的天师都除不掉这些花。这怎么办啊？天师，请问
这里昙花是何时出现的？这月初5，王都内诸多生于子时的女子失踪，闹得人心惶惶。初始那日，妖妃的宫外便生出了这些昙花，一定是她将那些女子给活活生吃了，他们的怨灵才不肯离开。那最早的异象只有昙花吗？血河和乌鸦又是何时出现的？昙花疯长后，殿下第2日就召了天师入宫，但那妖妃好像并不害怕，反倒是变本加厉了起来。几日后，护城河突然血水横流，引来了成群的乌鸦。再后来，昙花越开越多，整座王宫都被白花缠绕，吓人的很。别说了，走吧。既然安都王早就召来了天师，为何反而生出了更多异象？就算将臣想帮安都王炼丹，可怎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当众作乱？爱妃喜欢听戏，可有很多戏，本王都还没来得及陪她听完，她却已经不在人世。你能陪本王一同听戏，消解痛苦，本王也算有机会，可以说些体己话。王妃既已离世，烦请殿下勿要太过思量。能同殿下一同听戏，一同饮酒，实属在下荣幸。在下敬殿下一杯，烦请殿下节哀。此物竟是千年桃木所化，暗藏灵阵玄机，怕是极难破除。你可有找到打开木匣的方法？回殿下，打开王妃木匣的线索，定在王妃的寝宫当中。但是在下频繁地出入王妃寝宫，实属不便，不知能否烦请殿下赐我一道手谕，方便查找。有此令牌，如本王亲临，用了它，不必束手束脚，尽快找到打开木匣的方法。是，谢殿下。娘子，保重身体，要紧。殿下，法事做得如何了？怨灵可有消散？未能完成，想必因怨念过深，还需几日。唐天师，快坐下，饮酒啊！师傅是让我们来收妖的，你日日喝酒，夜夜笙歌是吧？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我与殿下可谓是相见恨晚，故多饮了几杯，无妨。快坐下吧，别扫兴，饮酒。宫中怨灵还未净化，此事耽搁不得，你得跟我一起走。这件事情你如此上心，想必是想赶快去找小师妹邀功，讨她欢心吧？装醉的人永远叫不醒，我懒得和你纠缠。你看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你术法不精，请人帮忙，还这个态度啊！再说了，那个木匣也是我找到的，此事与你无关吧？邀功也是我呀。还有啊，小师妹喜欢的是我，我劝你离她远点。
和了吗？怎么又打起来了？修行中人，原来也逃不过一个情字。有人把守，还不赶紧将云墨给你的令牌拿出来？你倒是机灵。当然了，就你这种小伎俩，骗得了裴洛，可骗不了我。安都王非常可疑，我需故意装作与你内斗，方能解除他的戒心，懂吗？妖心不正，才是阴谋诡计。这又不是阎兰山，我也不是陪你演戏的小妖。你看你。但是你可别忘了，现在他相信的是我这只妖，并不是你这个天师。哎，你看，这个可是安都王的令牌，得此令牌者，可以随意出入宫中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直说。聪明。安都王身上有一块千年桃木，是用来防妖的，我无法进他的身。那你为什么要进他的身？因为我要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啊。如果我说的是假的话，我同意和你大杀一场。成交。聪明，拿着。还有啊，严旦可不能同你一起查案。凭你的法力，我不放心啊，他必须跟着我。幕府可解，严旦不给。若有实证，我会给你发信号，召你前来。再说了，以我对你跟云墨的了解，既然决定联合调查，就不可能中途变卦，更别说还拿什么莫须有的小师妹说事儿。要我说，就你这种浮夸的演技，连我们戏台都登不上。要不然你拜我为师？若是在我师门，你这种狂妄小妖早就被关进捉妖瓶了。啊，对了，我的玉葫芦正缺一只花插瓶，你觉得你自己合适吗？自封妃之后，每年生辰，安都王都会赠王妃交房之喜。这几年为何停了？哎，这里记载，王妃于壬辰年孟月自请封宫，安都王受益，其宫中份例一律减半。看来他们早已不和。姑娘，请留步。姑娘，这花从何而来？你要抱它去哪儿？此花原由殿下和王妃合种在百花园中，如今王妃已经亡故，此花无人照料，殿下便下令把它丢了。这个裴洛口口声声说深爱着将臣，可如今却要丢掉他们一起种的花，这一定有问题。大胆，竟敢挡我们圣德侧妃的路，还不赶快让开！一个妃子，身边为何竟是素衣术士？放肆！这是你该问的吗？还不赶快跪下请罪！慢着。你们认识吗？帝君是什么？侧妃怕是认错了，在下凌霄派天师唐周，
奉安都王之命，前来驱除怨灵。今日初见，不慎冲撞了侧妃，还请侧妃见谅。帝君下凡历难，定是不记得九重天上之事了。落轿。我并未认错，我亦是修炼之人。昔年，我于师门修行时，曾习得卜算之法，能见人的过往当下。方才我见公子身上颇有仙气，以前定是九重天上的神仙，故而这般称呼，请勿见怪。哎，你还真是神仙啊！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等你飞升成仙那日，可别忘了带带我啊！颜淡，你竟还活着！没想到到了凡间，你仍在帝君身侧。侧妃，侧妃，侧妃既是术士，为何会入宫为妃呢？又为何会有净身符？说来话长，此处并非叙话之地。唐公子受命去除怨灵，却在此徘徊，想必是遇到了难题。王公公与上谦线索繁多，既然公子撞上了我的教辇，自然是与我有缘。不如公子去我宫中一叙，说不定我能帮助一二。何欢乐可催情生灭？往日在安都王身上已应验。帝君如今是肉体凡胎，亦不能抵挡。若我能与帝君交好，攫取帝君神力，我说这妃子之位，便是安都王位，也不必放在眼里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设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已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抔
色不敢浓，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迎上我下转眼秋，山海无路万心中。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青藤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。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，肝肝再开人厮守。